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白鹿解約於掙前已被退路，5年案例工作室掉粉117萬逼轉型。體面的意思是什麼？你年紀還小呢，所見為籌劃了5年的精確到讓人感到寒意的獨立戰爭。所謂和平分手並不是一時興起的想法，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做出的戰略性撤離。不要急於去感動自己，我們還是先找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吧。第一，工作室已經註冊了，人們正在歡樂地拍攝電影。根據公開的信息可知，白鹿所擁有的一個叫做青島鹿岩文化傳媒工作室的工作室，請問這個公司的成立時間是什麼時候呢？2021.8。該年的他做了什麼？周生如故、一生一世等電視劇熱播中，一生一世已經爆紅了。別人爆紅了都要趕快和公司續約鎖定資源，而他卻反過來註冊自己的公司。這並不是有遠見，而是根本沒有打算要長久地待在這裡。而且該公司的名稱很有趣味性，鹿岩就是把本名白夢妍與藝名白鹿合二為一。2021年的他已經為自己留好退路了，在那個時候他和於正在微博上還稱作父女情深，一邊享受着公司提供的資源，另一邊則在暗中為自己鋪設一條生路。什麼是最好的時間管理呢？這就對了。第二，新的團隊已經準備好了，在合同結束的時候就可以使用了。到2026年合同快要到期的時候，他就把之前掛在歡娛旗下的2個老工作室全部註銷掉了。經紀人、宣傳人、商務人員、法律顧問等一整套班子都換了新的。新成立的公司北京瑤光星彩，在5月份就已經開始運營了。核心團隊已經打包好了，跟隨着他一起離開了。跟隨了他10年之久的經紀人，在孩子出生之後的第一個彩生，一定要留給他，讓他做自己的幹娘。這是解約嗎？這是一個有條不紊、職責分明的大規模遷移活動。合同到期就是按下早已設置好的開關。第三，真正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感恩，而是因為沒有出路了。不要被這些花言巧語所迷惑。白鹿為什麼要去呢？其實就是2個字，沒有戲。白鹿想要轉型，要演現實題材和年代劇。那麼歡娛怎麼樣呢？死磕古風偶像劇，朝歌鳳求凰，招搖烈火軍校周生如故。玉樓春等作品已經出版了10年之久，無非就是古代言情小說而已。公司認為他只有演古裝劇才會大火，感覺自己被困在了古裝劇中無法自拔。更糟糕的是，歡娛新人一批又一批的湧進來，他能夠得到的團隊權力也越來越少，捆綁使他感到很不自在。一個30多歲的大齡女演員，在古裝電視劇中和20來歲的年輕小生爭奪角色，這不是拼搏，而是自殺。今年上過的《茉莉》是於正為她準備的嫁妝劇，上線時熱度達到28000，豆瓣評分只有5.5分，大部分差評都是因為她演技太單一而被批評。近1個月內，他的粉絲數量減少了117萬。117萬粉絲是什麼樣的存在呢？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1個月全部取消關注，數據是不會撒謊的。市場的表現已經表明他所享受的古裝劇紅利到此為止了。因此，他的第一個單飛作品就是一書的《開道荼蘼》，這是一部都市懸疑復仇劇。女主人公是從監獄裡出來的，並且要去進行復仇，和崔時宜這樣的溫婉古偶女主相差甚遠。
為演好這個角色而留了幾年的長頭髮，最後還是剪掉了。在3個月前就開始閉關讀書，來調整自己的心態，就是把吃了10年的飯桌給掀翻了，用所有的身家來打一場新的開始。於正的情況怎麼樣？嘴上說要嫁女兒，但是心裡明鏡似的知道，自己辛辛苦苦培養了10年的搖錢樹也跑掉了。這幾年來，一線藝人們一個個離開，於正是自己說的，我是孩子們的依靠。但是實際情況卻是，這座大山無法留住任何長大成人的人。白鹿這次的操作給所有的藝人們上了生動的一課，不撕逼，不控訴，不粉絲互撕，以一種最體面的方式來完成自己最堅決的割裂。但是體面這2個字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諷刺。真正有面子，並不一定要讓別人看到你有多風光。真正的體面，在於你在做出要走的決定之後，就已經具備了掀桌子的實力。但是你選擇的是微笑地把椅子放回原來的位置。白鹿用5年的時光，把鹿岩文化這顆棋子隱藏到了棋盤之下。當合同期滿的時候，他就直接翻開底牌了全資工作室，新一屆團隊，轉行做大餅，所有的牌面都擺得整整齊齊地放在桌子上。這不是一種離別的方式，而是一次勇敢地展示自己。因此，不要再和我說什麼好聚好散了。在成人世界中，所有的雲淡風輕的再見後面，都有一個早已經說出的話：我已經受夠了。白鹿已經厭倦了古裝電視劇，於正也覺得留住人才很難。屏幕前的你們，如果你還因為有一個體面的結果而感動的流下眼淚的話，那麼你就還沒有理解到這個圈子裡面最殘酷的競爭法則。在該行業中，感恩只是一種實力到一定程度後所給予別人的恩惠，所有的體面都只是籌碼積攢到一定數量之後才有的表現。白鹿完成了歡娛最後一場演出之後就離開了，於正也把慈父送女這一幕給拍完了。那麼下一波就是7月24日開到荼蘼佛山開機了。白鹿把頭髮剪得很短，並且不再笑嘻嘻的了，要飾演一位出獄之後去報仇的女人。這就是她的劇本，和於正、歡娛之間沒有1分錢的關係。那麼你認為這是感恩告別的5年，還是5年潛伏的5年呢？在評論區表明自己的觀點。